最近的天气越来越冷了，马上就要有连续的低温出现了，又到了我们需要给蔬菜保暖的时候了。大家好，我是老田，欢迎来到丽丽的有机菜园。我今天先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冬天都种了哪些菜，然后我们再来聊一聊如何在冬天种菜，在冬天怎么样给蔬菜保温保暖。这边是我们散播种子种植的茴香，已经开始长针叶了。我们往前走，茴香的前面是移栽过来的芥菜。芥菜的旁边这几棵长得特别漂亮呢，是比较耐寒的生菜。然后生菜前面这6棵长得整整齐齐的，是移栽过来的，也是特别耐寒的乌塔菜。再往前走是一些娃娃菜，这些娃娃菜到时候等它长得差不多了，我们就把它叶子收下来吃了。娃娃菜旁边还有3棵芥菜。再往前面是一些萝卜，这些萝卜已经开始膨大了。冬天种的这些萝卜应该是长不了太大了。但是把萝卜和萝卜秧一起做菜吃也还是挺不错的。这边萝卜有2种，一种是白萝卜，一种是青萝卜。然后大棚的尽头是我们放进来保护的一些树苗，还有一些韭菜啊、豌豆之类的。这几棵是放在花盆里边还没有来得及移栽的花椒树，还有藤椒树。我们明年春天再把它移栽下去。然后这个叶子已经掉光的是无花果树，也是明年春天我们再把它种到外边地里边去。这边还有一盆豌豆，这是一颗长得比较小的豌豆。这一盆韭菜现在就可以收割了，我们近期把它收割下来，然后应该还可以再继续生长。然后中间这一排我们架子下边种的是油麦菜，我们看一下长得郁郁葱葱的，还是挺不错的。我们大棚中间的位置种了一小片的豌豆苗，这些豌豆苗再长一阵子应该就可以收获了。冬天能吃上比较鲜嫩的豌豆尖还是很不错的。然后这边架子下边还是一片的油麦菜，我们种了比较多的油麦菜，是因为我们对油麦菜还是比较钟爱的。往年其实我们除了种油麦菜之外，还是会种一些莴笋的，就是那种比较耐寒的紫色的莴笋。今年是因为我们培育的莴笋苗长得有点大了，一直没有来得及移栽，也就失去了移栽莴笋的最好的时机了。我们现在来到大棚的另外一侧，这些密密麻麻的是上海青的苗。我们当时是散播的种子，看看现在出苗率非常的高。上海青是比较耐寒也比较喜凉的一种小青菜，所以冬天种植的话一般都长得非常好。我们这些青江菜的菜苗将来也会变成我们冬天蔬菜的一个主力。再往前走的话是种的樱桃萝卜，现在出苗率也是非常的高。我们看看这些小的红的萝卜的根茎已经开始有要膨大的趋势了。樱桃萝卜的前面种的是一些菠菜，菠菜是众所周知的比较耐寒的，可以越冬的蔬菜了。这些菠菜越冬之后将会成为我们春天蔬菜的主力。再往前走，这些种的是大蒜，现在已经长出了一片青蒜苗了。这些青蒜苗稍微长一长就可以采一些用来调味用了，然后再长一长就可以收青蒜苗了。如果明年春天不想收青蒜的话，也可以等到5、6月份可以收大蒜。我们再往前是一些移栽的葱苗，这些葱苗的话可以一直生长下去，随时都可以来这里摘葱叶子用来调味。这些葱的话越冬是一点压力都没有，要想收比较大颗的整颗的葱的话，就需要等到明年春天和夏天，等到它生长膨大之后再来采收了。葱的前面我们还移栽进来了一些香菜，这些香菜和葱一样，在整个冬天都可以采收用来调味用。看看这些小的香菜苗长得还是挺不错的。香菜的前边棚的尽头，我们看起来长得有点像香菜的，这个其实是芹菜。芹菜也是可以持续掰杆子来采收的，等到它长大一点，或者是到了春天的时候，可以陆续收一些。好，我们这个棚里边就是这些菜了，这些菜都是冬天可以种植的比较耐寒的蔬菜。大家如果想在冷的天气种菜的话，也可以参考一下种一些这些蔬菜。接着带大家看一看我们另外一个棚里边，这个棚里边和刚才的棚里面蔬菜大致是类似的。我们看看，先是一些长得比较大的芹菜，这个芹菜现在就可以用来掰杆子食用。
然后前面有一些小棵的芹菜移栽过来的。再往前种的是一些刚出苗的大蒜，然后这里边有一些香菜。前面是移栽的更小的一些葱，还有再往前就是萝卜。然后这里边还是一片的油麦菜。然后这一片是已经掰杆子、掰叶子、采收过好几次的茼蒿和蒿子杆。这些菜还可以再持续采收很长一段时间。这里边被无纺布盖住的是前一阵子丽丽才刚刚散播的一些小青菜的种子，应该是奶油白菜或者是青江菜之类的。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些新一批移栽的茼蒿，等到上一批茼蒿长老了、不爱生长了，这一批就可以接上了。接下来是最近才开始移栽的奶油白菜呀，然后是青江菜，然后这里边还有一些，这个是乌塔菜，然后再往前走还有一些芥菜，这里边还有一些生菜。前面这一片是春天种植的辣椒，这些辣椒在棚里边就延长了大概有1个月的生长期。天太冷了，很快就要不行了，我们需要给它清理和采收了。然后辣椒旁边这里边还有一些茴香，这些茴香已经长出好几片针叶了，应该是在年底前有机会能采收一部分。这边还有一棵球茎茴香，这个球茎茴香的球茎应该不会长得太大了，我们等下可能过一阵儿就给它收了。这边还有一些散叶生菜和罗马生菜，这些生菜其实相比于其他的冬菜的话，是不是那么特别耐寒的？所以我们得尽快的给它做一些额外的保护，这样的话能在12月底之前，天气特别冷之前给它采收了。我们接下来再稍微看一下户外无纺布保护下的青菜，看看这些青菜现在长成什么样了。左边这一些是青江菜，然后我们再看看右边这一些是奶油白菜。这些菜还可以稍微再长一长，不过现在都已经到了可以采收的大小了。我们近期就可以陆续的采收一部分了，也可以再留一些。不过还是要在12月份天气特别冷之前，陆续的把它们采收回去。因为毕竟是在户外，不是在大棚里边，温度还是难以保障的。辛辛苦苦种的菜，要是冻坏了就不太好了。我现在把无纺布马上给它盖回去，继续保温。其他的我们在户外没有进行太多保护的，还有芥菜，然后有一些大葱，然后就是在没有保护的蔬菜里边长得最好的这些耐寒的菠菜了。后边的话，如果要想继续收获叶子的话，就需要给它保护起来了。虽然不保护也可以越冬，不至于冻死，但是叶子基本上就不能吃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就只能等到春天，等它重新再恢复生长了。大地里面还有很多的白菜、莴笋、油麦菜，还有一些其他耐寒的青菜，还可以再继续保留一段时间，因为有无纺布盖着。我们后面的话就需要不断的关注天气预报了。如果是天气出现连续几天的零下5度以下，我们就需要及时的把它采收回去了，以免被冻坏。我们家里边是因为没有太多合适的空间能够保存这些蔬菜，所以我们的一个策略就是用纺布盖住，让它在地里一直待下去，能待多长时间就尽可能的让它们待多长时间。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然保存，直到天气特别冷的时候再给它收回去。看看这些需要特殊保护的莴笋，我们也都是用双层的无纺布给它盖起来的。我们看完冬天种植的蔬菜，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怎么样给这些大棚里面的蔬菜做额外的保温。冬天种菜的话，在没有主动热源的情况下，在这种冷棚里面种菜，最主要的一个策略就是保温保暖了。
天气特别冷的时候，我们光有这样一个大棚的保护是不够的，很多菜还是会被冻伤冻坏的，所以我们需要在有大棚保护的情况下，还需要给它额外的添一个小暖棚。我主要的一个实践策略就是用钢丝做支撑，然后用无纺布盖在上面，形成第二个保温层。按照以往的实践，这些蔬菜在第二个保温层的保护下，在整个冬天一般都会生长得很好。我就是用这种钢丝把暖棚的支撑给它搭起来。一般我们这种钢丝的支撑长度在7英寸左右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地块的宽度以及无纺布的宽度来选择支撑的长度。像我这个地块的宽度大概就是不到32英寸，也就是3英尺左右，所以这个地块的宽度用7英尺的钢丝支撑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用的就是这种无纺布，它的宽度大概也是7英尺。我现在需要比照大棚的长度，把无纺布给它裁一段下来。最后我们把它给剪下来。最后把无纺布拿到棚里边，给小苗盖住。大棚里边盖无纺布，就这样轻轻的给它盖上就行了，也不用压砖头或者是压土，因为大棚里边也不会有风，所以不会把它吹跑。盖好后就是这个样子了，这样我们的小苗就可以有双重的保暖保护了。这样我们在冬天就能够有新鲜的蔬菜吃了。我现在把另外一边也给它盖住。好了，现在另外一边也弄完了。现在小苗在里边应该是非常暖和了，应该是能够很好的生长了。中间的部分因为有架子，所以不是特别好处理。我回头剪一些小块的无纺布，把它稍微给盖一盖就好了。我们还有另外几种比较朴素、比较原始的保温保暖的方法，就是准备上几个这样的大桶，然后里面给它装满了水。之后我们把它放在大棚里边过道的位置，这样的话白天能够晒太阳，水温就能上升。然后到了晚上的时候，它能够缓慢地释放一些温度，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暖作用。这种桶得多准备一些才能够有效果，太少了不起什么作用。桶的外边如果刷成黑色，白天吸热的效果会更好一些。还有一些被动发热的方法，就是在棚里边放堆肥土，这样堆肥在发酵的时候也能释放一些热量，起到一定的保温保暖的作用。不过我的棚太小了，没法在里边进行堆肥。如果你有很大的棚，也可以尝试一下。好了，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喜欢我们的视频，别忘了点赞和订阅，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